在上期节目中，我们做好了水流刷怪塔，我们需要挂机的地方呢，在最上面啊。我也是大概算了一下，从下面的岩浆块往上面数，大概120格多一点的位置，上面好像是在190多。我这里还打了一个坐标，由于我现在呢是用的地毯端来开的服务器，所以呢我们还可以现在可以召唤一个玩家。我们把这个书拿出来，这上面的指令呢我已经把它放好了，我们只需要在这里打上这个指令。我们把这位玩家把他招出来，放在那个顶上面，然后我们只需要退出游戏就可以开始让他在里面挂机刷怪了。我们可以下去看一下，这里有1个大箱子、2个大箱子、3个大箱子、3箱半，大概3箱半。这边也是有3箱半。之前我看到有评论说，上面的电路可以直接用漏斗计时器，用一个漏斗计时器的话，泼水的时间就会太长了，就会影响这个效率，这样做是肯定不可取的。然后还看到有评论说，可以直接用火把塔上传的那种方法。我后来也考虑一下，用火把塔上传和这一种做2次脉冲的方法，其实差别没有太大。像这样单数层泼水、双数层没有泼水的这种做法，效率应该也不会太低，所以呢，在这里也推荐大家可以用这种方法做，这种方法很简单。当然我们在上面闲着也是闲着，还不如在上面造一个树场，正好我们可以利用下面的骨头拿来做一个树场。之前呢做一些大型的机器，用漏斗也是用的太凶了，每次砍树都要砍个10几分钟，我觉得我有必要来弄一个树场来量产木头。我现在在这个刷怪塔的顶上挂机的地方，这边呢我做了一个地狱门，然后这下面这里也做了一个地狱门。刚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特性我们要先去地狱里面一趟。这个门呢，我们从左半边进去它就会从下面的地狱门出来，我们接到这下面来了，我们再回到地狱。我们如果从这个右半边门进去呢，它就会出现在高空，这就很有意思。我也不知道这个具体的原因是什么，就刚刚瞎记而试，然后就成这个样子了。我觉得以后爬这个梯子可以不用爬了，这个梯子实在是太难爬了，这么高，特别费时间。我就想弄一个传送门，看能不能把下面传送门和上面传送门把它连起来，然后就发现了这么一个有意思的一个特性。如果有观众知道这是什么原因的话，你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一下。那么这个树场呢，我们也不做那么复杂的，就做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，就跟李芒果的那一种白桦木树场，复制 TNT 从上面炸下来，在 TNT 爆炸的瞬间呢，下面弄一个活塞把它给顶上去，把它顶成36号方块，然后把它给炸掉。它的缺点就是只能够种白桦木，但是呢这个树场它是非常非常的简单，我们做它呢可能就半个小时就可以把它搞定。我们首先呢要在地上放一个向上的一个粘性活塞，粘性活塞上面再放一个粘液块，粘液块上面还要拿一个土块，这边好像没有。那么这上面的土块呢，就是用来种树苗的。这里的活塞为什么要放这么高？放高一点我们待会下面能够有更充足的空间来做分类装置。因为这里的树呢，把它处理掉，会有树苗，还有木头，还有木棍，所以呢，我们要将它稍微分类一下。我们下来拿泥土的时候呢，也别忘了拿一些线。这个线呢，我们需要做一个发射器。我刚刚呢又把这边的位置改了一下，改到这边来了。由于我们还是得挂机要挂到下面的刷怪塔。如果我们把位置坐在那个地方的话，可能下面的刷怪塔就挂不到了，怪物掉到最下面，有可能就会消失。所以呢，我们把位置尽量移到这边中心来这就是我们的中心。到时候就站在这个地方种树苗就可以了。这里还留了一个洞我们下面放上这个是投掷器，然后最上面放发射器。发射器是用来发射这个骨灰的。好，我们把它弄成骨灰。下面是投掷器千万不要全都把它弄成发射器了。投掷器是可以往下一个临接的容器里面投掷物品，但是发射器是不行的。发射器直接朝临接容器发射的话，它就会把东西喷到外面来。然后这边的漏斗呢，也全都是接到了一个方向虽然我这个材质看的不是很明显，但是我也是画了的，我也是把这个材质进行了一些自定义的一些修改。这上面的这个黑色的这一部分全都是有方向的。这边的分类装置我也已经把它给做了，在这下面，只不过呢看的可能会有点不清楚。分类呢，我们下面还得再多放几个漏斗。由于上面的漏斗的顺序呢，这边一圈最后都会流到这个漏斗来。
然后再往这里漏，最后呢接着这个投掷器载，它的掉落物有木棍、木头还有树苗，最后呢分类啊，白桦木就会分类到这个箱子里面，还有木棍会分类到这个箱子里面去，没有被分类的呢就只有树苗，树苗在这个投掷器里面，最后呢我们在这里挂机，把收集的树苗啊最后就会发射到我们的玩家身上，其他的东西像木棍啊什么木头发射给我们也没有什么用，而且发射太多的话我们身上也捡不起来。我们来简单的来看一下这个分类的装置我们怎么做啊。这个漏斗里面呢要放12个，不对，这里不是12，这里18个，如果我们再给它多放一个，哎，它就漏到下面去了。如果我们把它多放一点，好，这里有2个信号了，它有2个信号，所以呢这里只要木棍的数量多于18，它就会有2个信号，现在只有1格，当它有2格，下面这个中继器啊它就亮了，亮了就会使这边的火把灭掉，这里火把灭掉呢，下面锁这个漏斗的它也就解锁了，上面的物品就会往下面漏，现在呢它是亮起的，所以这边的物品它就不能够漏到箱子里面去，所以上面的物品也不会往下掉。我们再来看一下上面的，这上面我刚刚又给它多放了一个比较器，那么这个比较器呢，我们要自己种树苗，这边发射器啊，我们待会要给它连一个高频，使它不停的往外喷射这个骨粉，使树苗长成木头，长成木头之后，这个比较器啊，它是可以隔着这个原木方块检测到这里面有物品，所以呢，这里有物品，它就会往后面继续传递红石信号。哎，我把红石直接丢进去了，这后面呢要连一个红石信号，然后一直接到上面的 TNT 的复制装置，往下面丢 TNT。我们先把投掷器这里的高频把它给接上，那么这个高频呢，我们可以在这里放一个侦测器，先不放上面的，放下面。还需要一个投掷器，这个投掷器呢，它的方向啊无所谓，它只是起到一个更新的作用。下面要放一个脸贴着这个投掷器的侦测器，用来检测这下面的投掷器的更新。上面呢，我们再放一个侦测器，对着这边的投掷器进行侦测。只要我们把这个投掷器把它激活一下，它就已经产生高频了。它这个高频比较有意思，它是一个循环的，像这样循环着。当这个投掷器它发射一次东西的时候啊，它就会造成一次更新，就使这个侦测器它能够侦测到它的变化，然后往后面发射一个红石信号。它发射红石信号呢，这个投掷器啊，它就接收到红石信号，它会往外面喷一次物品，即使它没有物品喷，它也会被这个侦测器检测到。所以呢，这里就会产生一个高频，相当于一直循环着往外面喷射，而且这个高频呢，它比脸贴脸的这种高频的速度要快得多。我们这里再接一条红石线，接到这里来。我们需要把这下面的几个投掷器也要进行充能。这里的高频呢，我们就可以接到这里来，下面接一个用来激活这下面2个投掷器。上面呢，这就比较有意思了，这个红石线呢能够往上传递，也能够往下传递。上面呢就是用来激活这里的发射器。好，我们把这个开关关闭。好，上面呢非常快速的发射这个骨粉，下面的投掷器也是一样的，它也能发射。然后我刚刚发现了一个问题，这个向上的投掷器呢，这边3个投掷器我们到时候是全都放上骨粉的，因为我们骨粉需要囤货囤的很多才行，这样挂机的时间才能够更久。但是我们如果照着李芒果的原设计呢，这里用的是红石的话，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，往这里面放上物品，它是没法从这里再往上面投的。但是我在单机的时候玩没有任何的问题，把它放到服务器来，这第2个投掷器啊它就会出问题，我们只能把上面的红石打掉，它才能够往上面投。但是呢，我们打掉红石，上面的发射器它就无法将这个骨粉发射出去了。所以呢，这里我就想了一个办法，把下面的红石粉换成中继器，打这个默认档就可以了。这样呢，它就可以将物品从上面的发射器也给投出去。这个毛病应该是服务器的问题，所以大家如果单机的时候，这里就用红石粉就可以了。这边的延迟呢，我也已经把它调好了。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有4个满档，这个也是满档，只不过我们看不清楚。上面的4个满档，下面呢5个、6个、7个、8个、9个满档，这里还有一个1档的，然后再加上这个粘性活塞，这个活塞推动它也是有1T 的延迟，还有这个侦测器也是1T 的延迟。最后呢，这下面有一个向上推的一个活塞，同样也是1T 的延迟。那么这4个1T 啊，加起来就等于10个啊，所有的中继器加上这些红石元件的延迟，就加起来就是10个满档的中继器。
就正好是 TNT 爆炸的所需的时间。那么这个爆炸的树场呢，也必须要控制好 TNT 爆炸的瞬间，能够把这个木头给处理掉。只有通过这种方法，才能够炸掉更多的木头。我们再跳到上面来，把上面 TNT 复制的这一部分把它给做好。那么上面活塞的这个位置怎么确定呢？我们可以先把这个 TNT 的复制机把它做出来，做出来之后 TNT 肯定是要放在这个地方的，放这个方块上面。如果这个方块呢是正好在这个土的正上方啊，就说明这个位置我们找的是正确的。在我们拿好了材料之后，我们先把这个栅栏门放上去，放这里打开，再放上 TNT。我们要先把 TNT 这一块啊，它附近的方块先把它放好。如果 TNT 附近的方块你都没有放好，你先把这个矿车推上去，你之后就不能够再放 TNT 旁边的东西了，因为一放 TNT 就直接炸了。好，我们再把这个矿车把它放上去，然后再拿一个活塞推一下。好，这样推上来，我们之后再把它拆掉。然后我们现在还不能够急着开机啊，这上面还得放一个方块用来限高的，限制一下这个树木的高度。好，我们有了黑曜石之后，我们要在这个发射器的这个地方往上面数第8个格子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好，这一格第8格放上黑曜石，其他多余的再把它拆掉。好，我们最后一步呢，就是要在这个发射器上面啊，要放一个漏斗矿车。如果这个树苗掉到这个发射器上面，我们是收集不到的，我们就可以通过漏斗矿车将它进行收集。这个漏斗矿车呢怎么放呢？我们需要在发射器上面放一个漏斗矿车，然后这个地方再放一个漏斗矿车，这样呢掉到这上面的物品就会被头顶上这个漏斗矿车吸收到，然后被侧面的这一个吸收到，最后掉到这个漏斗里面去。好，我们先来放这边这一个铁轨放上去，再放矿车打掉它，这个我们就放完了。然后这里再放一个铁轨，铁轨旁边放个箱子。我们需要呢把这个矿车往前面挤一下，这里的矿车呢我们需要这样放，然后把它给打掉，往前面稍微推一下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箱子给拆掉了。这样呢往里面放东西，它就可以漏到这个漏斗矿车里面去。等一下，上面的黑曜石不能这样放，把它拆一下，要放到这里来，不能够放在这个前面，要放在这个 TNT 的侧面。放在前面还是有一定几率这个 TNT 会掉到这个黑曜石上面，我们把它拆掉。好，这样就没有问题了。好，那我们最后呢再来试验一下，看一下效果怎么样。我们在这里一直右键啊，我们还是看一下，看上面 TNT 是怎么掉下来的。怎么把自己给炸到了呢？好，我们可以看到在爆炸的瞬间啊，这个木头就被推上去了。那么每一轮爆炸呢，大概能够产1、2个树苗，有的时候木头会炸不掉。这个树场它很简单，所以它的效率我们也不用太追求很多效率，能够用就行了。反正对新手来说是一个非常友好的一个树场。好了，那么本期的全部内容呢，在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。如果大家对红石还有哪些不清楚的地方呢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可以和其他的大佬们一起讨论讨论吧。好的，那么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这个树场呢是只能够种白桦木的，是不能够种其他树木的，这个一定要记清楚啊！如果你种了一个橡木种上去，你可能这个橡木的生长的高度很矮，只有4格高，它的原木只有4格高，那么这个 TNT 呢就会直接把下面的电路给炸坏了。